本期我们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真爱必须是无私的吗？这前些天我在北京坐地铁啊，我就听到旁边有一外国哥们带着哭腔打电话说：原来你跟我在一起只是想和我学外语啊！估计这哥们刚刚被他考完雅思的中国旅游给甩了。我当时就特别同情这外国哥们。通常我们都会觉得真爱应该是无私的，对吧？如果对方只是为了谋求他自己的利益而和我在一起，比如图我花钱给他买礼物而和我在一起，或者图我能免费教他外语而和我在一起，或者图我能免费教他100节哲学课而和我在一起，那我就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对不对？让我们来对比这两个人啊，我姑且把这两个人叫做夏先生1号和夏先生2号。假设夏先生1号的妻子生了重病了，有人问他：你希望你妻子好起来吗？夏先生1号回答说：当然希望啊，因为他做饭特别好吃。你听听看，这种自私自利的回答就很不是人，很让人反感，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夏先生2号，他也是同样的处境，妻子也是生了重病，面对同一个问题，夏先生2号回答说：我当然希望他康复，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我爱他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他自身而希望他生活得好。那你听了这个回答，显然会觉得只有夏先生2号对妻子的这种无私的爱才是真爱。但是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要介绍哲学家莫尼克·旺德利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哲学理论，告诉我们自利考量不仅可以与真爱相兼容，也就是说自利的爱也可以是真爱，甚至在爱中自利考量是必要的，少了自利考量的爱反而不是真爱。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另一个人，夏先生3号。面对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我当然希望妻子康复，因为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会变得没有意义，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崩塌了，从此我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只有夏先生3号的这番话和那个关心自己的胃胜于关心妻子的夏先生1号一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吧？这个夏先生3号强调的依然是妻子对他来说能带来什么利益啊，强调的是一旦妻子不在了，他自己会有什么损失。可是奇怪的是，到了夏先生3号这里，这种自利性的诉求就听起来完全不令人反感，对吧？我们并不会觉得他玷污了夏先生3号对妻子的爱，对不对？那同样是自利的爱，夏先生1号和3号却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问题出在哪儿呢？差别就在于夏先生1号的那种自利的爱不满足真爱通常会要求的2个必要条件，而3号的自利的爱却满足了这2个必要条件。那哪2个必要条件呢？第一，真爱具有不可替代性。那这一点呢，我们在上一期讲爱情哲学的大问题里面也提到过啊，就是如果你声称自己爱一个人，但这个人对你来说其实随时都可以被别人替换掉，那这份感情就很难算是真爱。夏先生1号因为妻子会做饭而爱妻子，他就不是把妻子当成一个本身就值得爱的人，而是一个具备烹饪功能的工具人。那么完全有可能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比现任妻子更会做饭的人，夏先生1号对现任妻子的爱就会消失了。那真爱的第2个必要条件就是深刻性，也就是你产生的对他人的感情啊，如果只是基于他人对你提供的口腹之欲，以及金钱利益或者性快感或者所谓的情绪价值等等这种肤浅的利益啊，那这种感情并不具有我们通常希望在真爱里面看到的那种深刻性或者深度 depth。真爱应该关系到一个人更深的部分，关系到我是谁以及我应当如何生活这样更根本的大问题的。但夏先生1号关心的还是一种表层的肤浅的口腹之欲，那这种利益并不深刻，因此很难算作是真爱。而我们反观夏先生3号，他说的是没有他，我整个人都会变得不一样。这种说啊，妻子给他带来的利益啊，不只是工具性的了，而是嵌入了他的生命结构了。这关乎到夏先生3号如何理解自己，如何过自己的生活，如何感觉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夏先生3号的爱虽然也是一种自利考量啊，但是他的这种爱的对象是不可替代的，他的爱也是深刻的，因此可以是一种真爱。好，现在旺德利已经论证了自利的爱也可以是一种真爱啊，这个结论有点意思啊，但还不算特别激进啊。真正有意思的是旺德利要进行的第2步论证，就是他甚至认为一种完全无私的爱反而不是真爱。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旺德利的第2步论证。现在让我们请回之前那个声称对自己的妻子有无私的爱的夏先生2号啊，他的态度确实是真诚的，他爱他的妻子确实爱得特别无私，在考虑妻子利益的时候啊，他根本不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在妻子身体痊愈后的某一天，妻子得到了一个实现他自己人生理想的机会，他将要去执行一项为期6年的太空任务。在这6年里面呢，他和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无法联系，包括和丈夫夏先生2号。
你想想啊，这换成一般人，得知自己的伴侣将要离开自己6年时间啊，不说一哭二闹三上吊吧，那至少心里面都得咯噔一下，对吧？结果呢，嘿，这夏先生2号的反应却显得特别圣人，特别无私。他非但一点也不纠结，反而立刻一路小跑赶回家啊，开开心心的帮妻子收拾行李。晚上还开香槟和妻子说，因为这是对你最好的选择，所以这对我来说也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乍一听呢，这夏先生2号简直高尚的发光啊！哎呦，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特别懂事儿。但是呢，你再仔细品一品，又不禁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哪里有点不对劲呢？啊，当然啊，这并不是说夏先生2号就应该千方百计地阻止妻子去实现自己的终身心愿啊，比如说满地打滚祈求妻子留下啊。如果这件事儿对妻子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啊，那夏先生2号或许就应该支持他、成全他、祝福他去实现梦想啊，就像陶喆在《小镇姑娘》里面唱的。正当你受到伤疤的痛与代，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问题并不出在夏先生2号没有提出反对，而是出在就是对于要跟妻子分别6年这件事儿啊，他跟个没事人一样啊，似乎连一点不舍和失落都没有啊，全都是为你而高兴，一点都没有为自己忧愁，对吧？正所谓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多烦恼。周杰伦唱出来这种心态，怎么在夏先生2号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呢？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呢，虽然妻子是 important to 夏先生2号的，但并不是 important for 夏先生2号的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虽然妻子在夏先生2号看来是重要的，但妻子对夏先生2号而言并不重要。因为妻子在夏先生2号看来是重要的，所以夏先生2号才会一心想要促进妻子的利益啊。他得知妻子要去外太空这个消息以后，嘴角忍不住上扬。但是妻子对夏先生2号而言并不重要，所以他并没有把和妻子的分离视作自己的重大利益损失。他并不觉得一旦妻子走了，他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整个人因此会缺少了一块。那换到妻子的视角呢？啊，他当然会对夏先生2号的无私感到感激。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她会对丈夫的这种态度感到失落，对吧？感觉自己的丈夫太懂事，太为自己着想了吧？这妻子真正想要的，其实并不只是丈夫因为她本身的价值而珍视她，她还会希望丈夫会因为失去她而感到悲伤，会因为没有她而觉得自己的生活少了一块。换句话说，她不只想被珍视，她还想被需要。由此可见呢，对他人的一种完全无私的爱，未必就是爱的理想形态啊，它反而是一种有所欠缺的爱。这善良当然是善良，体面当然也很体面，可它就是缺少了那种真正扎进对方生命里的那种爱情的味道。这就是说呢，真爱并不只是容许某种自立的态度，它甚至就需要这种自立的态度。好，那问题就在于啊，这个旺德利一直说的某种自立的态度啊，其实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夏先生3号对妻子的那种自立的态度啊。那这种所谓的某种自立的态度，到底是哪一种呢？它和那个关心自己的胃的夏先生1号的自立的态度有什么区别呢？旺德利这里就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了，那就是依恋 attachment。旺德利所说的真爱所必须的这种特殊的自立态度，就是依恋。那什么是依恋呢？它指的并不是简单的喜欢和某人在一起啊，也不是泛泛的我很关心你。这个依恋表达的是一种更为具体的关系，就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的创始人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就指出，婴儿会把主要的照料者主要就是母亲当作自己的安全基地和安全港湾。有母亲这个基地在，婴儿才敢向外去探索世界，并且在探索的过程中受伤和受到挫折时，婴儿也会本能的向内回到母亲这个港湾寻求安抚。旺德利认为，成年人之间的浪漫关系虽然不是婴儿模式的简单复制，但在结构上仍然保留了某种相似性。伴侣也会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一种安全基地和安全港湾。伴侣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往往更敢于去面对挑战，更敢于去探索世界；而在自己状态很差、压力很大、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们也总会特别想转向伴侣，寻求安慰和支持。基地鼓励我们勇敢，港湾允许我们脆弱。你想想当你面临一件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初次创业，你心里面发虚，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成，但你知道总有一个人，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些创业想法跟他说到，你整个人就会感觉更稳了一些。又比如你遭遇了挫折，你的创业之路充满艰辛，这时候并不是谁来安慰都行的，你只想找到那一个人去跟他倾诉，你心里面就又会踏实起来。那一个人就是你依恋的对象。
基于这种思路，旺德利给他所说的依恋提出了3个关键标志：第一，你会持续的想要和某个特定的人保持连接；第二，一旦你和这个人长期分离，你的安全感就会下降；第三，一旦你重新和这个人建立连接，你的安全感又会回升。这里最关键的2个词，一个是特定的人，另一个是安全感。前者说明这种关系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后者说明这种关系已经不只是我喜欢你、关心你、想要和你在一起这么简单的，而是有你在，我整个人会更坚固、更完整、更有信心去冒险，也更有勇气去面对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依恋本质上是一种自立的态度，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对方而需要对方，我们终究还是为了自己而需要对方，而为了自己的安稳，为了自己的完整，为了自己的生命状态，我需要这个人。依恋当然是在谈我自己会怎样，所以它毫无疑问是自立的。但是呢，依恋的特征又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他能摆脱夏先生1号的那种自立态度所体现出来的令人厌恶的感觉。正如刚刚强调的，我们依恋的是某个特定的人，是那一个人。让我们回顾一下真爱的2个必要条件啊。首先，对特定的人的依恋意味着我们的依恋对象是不能被轻易替代的。当我们依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只有那一个人能够给我们提供那种特定的安全感，这就跟那种可替代的口腹之欲或者金钱利益区别开来了。夏先生3号和1号的第2点区别就是依恋是深刻的，这个依恋的对象不是，或者至少不只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肤浅的快乐，相反，他们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在世界上安身立命这些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旺德利论文里面说的就挺好啊。旺德利说，通过我们对他人的依恋，我们赋予了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在感受中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的地位体现在他们一方面既有力量塑造我们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比如有他们在，我们能更好的发挥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稳定、平衡和纠偏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能力以深刻且毁灭性的方式将我们彻底击垮。因此呢，尽管在夏先生1号身上体现出的那种自立态度与真爱格格不入，但夏先生3号对妻子的同样是出于自立考量的依恋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真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爱情里该不该有为我自己考量的自立成分，真正的问题是这种为我自己究竟是把对方当作满足自己肤浅欲望的工具，还是承认对方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当然不想被一个只图自己能提供的一些好处的人所爱，可说到底，我们也未必真想被一个无私到彻底忘我的人所爱。我们需要的真爱是一个人把他完整的自我交托于我，并且那个自我会随着我的喜怒哀乐和与我的相聚与别离而雀跃或震颤。当然，这种对自我的交托是双向的，正如我之前在有一期讲 AI 伴侣的大问题节目中提到的黑格尔式的爱情观。真爱是一种双向的丧失自我的过程，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否定了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彼此在真爱中都丧失了自我，但又在更高的层面找回了更好的自我。这也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辩证发展过程。我否定了我，而加入了我们，于是我就在我们这个共同体中成为了更好的我。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对自身主体性的否定也很有可能包含着对自我极大的伤害。真爱必然包含着受伤的可能，正如刚刚旺德利论文中所言，对方既有力量塑造我们的主体能动性，对方也有能力以毁灭性的方式将我们彻底击垮。当你在支离破碎的时候，把自己最柔软的地方暴露给依恋对象以后，也有可能因此遭遇到最沉重的打击。节目的最后，需要向屏幕前的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种需要把完整的自我交托于对方的真爱，你敢爱吗？